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，我还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收拾我的装备。今天给大家记录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，就是我的睡袋差点让这个户外取暖炉给点着了的事儿。我把我的装备全都又放在地上面，然后不停的在收拾整理，看看哪些东西需要带，哪些不需要带。这是一个新投入的黑冰的 B1000，能扛户外零下17度左右的一个睡袋。那边的那个睡袋就是我上个月1月12号出发摩托车旅行带的那个睡袋。失败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扛不住零下的17度的北方的冬季。我呢有一个装备，就是这个，也是这次走的时候带了一个取暖炉。这个取暖炉，能跟卡斯炉气罐、长气罐、扁气罐这种的可以切换的用的一个取暖的小设备。取暖面积不是很大，但是有它呢总比没它强。我晚上在帐篷里面睡觉的时候，就把它放在旁边，然后睡觉就发生了一个小隐患，把这个位置就给点了个大窟窿。哎呀，这个幸亏我冻得没睡着，这要是睡着了的话，着急了还把自己火化了呢。所以呢，这款帐篷呢，我能把它备用了，到时候在南方的话，把它替换的使用。我这次出发要带这个黑冰的睡袋了，这个睡袋一分价钱一分货嘛。正好装备都拿出来，睡袋我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两款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白鹅绒的，是填充物800克，它能够抵住零下8度到零下2摄氏度的一款木乃伊式的睡袋。这个呢是一款黑冰的 L 码的，它的极限温度是17度，零下17度到零下的5度。这个是登山在户外严寒的地区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它这个品牌也是很给力。这是黑冰的一款 B 级的1000克的一个木乃伊式的，两个都是木乃伊式的睡袋。这次因为属于寒春，春天比较冷，我也准备计划徒步五台山3天2夜，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晚上露营肯定是需要它的，我这次要先把它带上。这个呢，先放在我的这个驮包边包里头。用的话，后期再邮寄的方式吧。今天给大家记录分享的就是一个睡袋的视频。能户外露营的话，我是全程户外露营的。这次选择了一个双肩徒步60升的背包，也想遇见合适的地方重装徒步一下。大家看我的工作室有啥变化没有？我的皮具都已经收拾起来了，现在在陆续的往一个地方安排。这个工作室在我出发后也会按下暂停键。说简单点，就是要转让了，线下实体店暂时不干了。选择长途摩托车旅行的原因有很多种，其中一个，也是因为线下实体店不太好做，想通过旅行的方式把过去暂时的按下暂停键，从头开始，想一想规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日子事业。毕竟也30多岁了，现在还一事无成，负债累累，也不是回事儿。我呢，也因为诸多原因，也没法稳定的找女朋友。像我这种状况，飘无定所的流浪旅行生活，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？我也给不了人家想要的稳定。所以呢，我呢首要的目标是想把眼前的债务处理掉，把我的手工皮具再努劲儿，往线上去想想办法。这是我一个出行的最大的一个初衷吧。长途摩托车旅行是我这几年有一点点的经验，接触了，毕竟也几年，跑了也几次大长途，所以这一次还是选择了摩托车去长途流浪中国了。小七拍视频发视频也是，想换取一些路上的盘缠和路费。我带了一些我的手工皮具的作品，路上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这个集市市集的话，我也会去摆摊儿。因为我做皮具这些年来，大部分的一些收入来源也是通过摆摊儿、摆市集。贩夫走卒，其实摆摊儿不是一个很丢人的行当。恰巧它是最接地气的一个，变现最快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呢，我的装备和其他的旅行博主们不太一样，我的装备太多了，而且想轻量化也难以轻量化。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延期旅行的一个原因之一，就是我的装备现在还没安排好在包里面，和踏板摩托车上面去怎么把它合理的安排好。这几天已经有明显的进度了，因为我在收拾这个店里面这些东西，强迫着自己去整理，强迫着自己去前进。好了，这条视频就录到这儿了。与一个帐篷差点点着了这个事情录了一个中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装备呢继续在整理中，也就会在这近1-2天就出发了。第一站呢，有可能是山西五台山，我准备要用这个60升的徒步背包去转五台山大五台。
我是喜欢摩托车旅行的皮匠赵小七，在做着自己的旅行自媒体，也在实现着自己的穷游中国的计划。感谢朋友们的点赞与支持。到最后呢，希望大家在选择户外装备的时候一定要安全，一定要安全。这种小设备的话，一定在清醒的情况下使用，睡着了把这些火呀，一定要关好了。这个很具有安全隐患。这个帐篷让我修修补补的，又把它补住了，还能用。我们有机会路上见。有啥玩啥，这是小七的旅行宗旨，不追求装备的极限天花板那种的选择，就是有啥玩啥吧，在保证自己生命身体安全为第一的情况下，有啥玩啥。这趟旅行还是穷游，不是真想穷游，是真的穷啊。